周末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在川习会之后，川普回国之后，除了在飞机上给媒体访问之外，又上了他本来的死对头了哦 ，CBS 的节目60分钟去专访。大家帮他数了一数，提到中国的次数是41次。那关于什么俄罗斯啦、日本甚至欧洲啊，就几乎都没有提到。代表川普心心念念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在川习会之后，跟中方不管是在经济、经贸，还有各种的竞争下，到底有没有赢？川普表示，美国跟中国大陆合作可以变得更强大。主持人特别追问哦。到底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威胁有多大呢？他回应，中美现在相处得很好，认为透过中国合作不仅仅是击败他们而已，美国可以变得更强大、更优秀。那意思就是说，跟这个中国合作可以对美国有帮助哦。所以大陆呢，对于现在双方的各种较劲，不管在国防上或者是稀土事后，川普所做的所有的因应策略呢，都表示是不担心威胁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继续放话，他说，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稀土出口的话，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再度的提高关税。其实关税提高也不是1天2天的啦哦。对于这样的施压有没有效？那么的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回应，威胁跟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其实先前美国早就得到答案了。所以当黄仁勋这次在陪同川普去到 APEC 现场里面，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希望晶片可以去换稀土吗 ？Blackwell 这一块本来很多的报道里面，特别像几个主流的媒体都还报道说川普已经考虑就要开放所谓 Blackwell 晶片，那他以仲裁者不插手的身份，放手让晶片有可能让美国让这个大陆去跟企业。NVIDIA 辉达去谈，可是又改口了。华盛顿邮报除了他自己本身改口之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说，因为呢这个内幕是本来的确川普是这样考虑的，要放手让辉达进中国市场，但是华府内部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里头包括了 Rubio 国务卿，还有商务部长卢特林克以及贸易代表等等呢，高层会议上面一致都反对让辉达的晶片去大陆去中国，所以最终仍然成功的阻止了黄仁勋的提案，所以黄仁勋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一场空了呢？从晶片到生态对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其实是不是也不一定需要辉达的晶片了？寒武纪在这个报道里面特别强调说，成立的开始就锁定帮 AI 大爆发提供底层的支撑，所以在这个最基本的晶片的能力研发起来。高效能的软体平台是不是也已经实现了？这个叫做 New Well 的诞生，被形容叫做 AI 开发者的痛点被直击，是不是实现了跨晶片、跨应用场景？硬体、软体都可以无缝接轨，有待观察。不过，连这个黄仁勋自己都对于他不敢小看啊。川普呢，则是在访问里面讲了一大段，是又跟台湾有关的啦就是说发下豪语，我们的晶片都在台湾生产很高吗？不用担心。2年之内，我们就会拿下50%的晶片市场，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各大公司都在从台湾撤离。哎呀，悲伤啊！进入了美国设厂，美国2年内就会启用新厂，到时候在美国占比的晶片市场就可以高达40%甚至到50个百分比，是不是真的这样？因为我们的萧美琴副总统讲啦，我们整个生态系都在往美国移动啊，所以要力抗川普关税，还有没有办法对抗？纽约时报呢就揭发，就是分析啦，他认为北京呢现在下的棋是20年很长的一步系统性的棋，包括经济自主，然后到各种。进口可以替代的制造品由自给自足，甚至替代市场来生产，所以已经让北京的所谓封锁行动对抗能力已经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筹码在西方已经是越来越少。还是美国比较需要中国吗？那么当中国大陆1年来第一次只是探寻而已啦，探寻那个船班啊，12月到2月到底有没有船班啊？就问了小麦有没有可能采购这样的厂商，大家都很开心就说：“哎呦，总算有第一笔小麦要来买了吗？”现在是不是双方有软化？当然，川普所在乎的
农民的生计，大豆、小麦，这个是一个关键可以观察的指标。其实从中美贸易的变化，从贸易对抗以来，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从2024年 CNN 所做的表格里面，9月到今年9月，整个美国在中国的占比不断的往下走，那也就表示中国越来越不需要美国，依赖度越来越高。但横向比较的话，对美国的出口不断的在降低，降到一个快要谷底了。那对于其他的国家，包括欧盟啊、东协国家，则不断的攀升之外，就连跟其他的市场同期，这个是到谷底的是黑线是美国，其他的市场都在上升。这个包括了大豆跟牛肉，共通点是很快的，他们已经从美国找到了替代的市场，巴西、澳洲甚至阿根廷都可以取代。那么，所以川普现在再想要让他回来，有没有可能而能够掐住大陆中国的这个喉咙的机会还有多少？赖老师，我觉得川普心心念念的确实还是中国大陆了哈，因为我们从这种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例如说一个人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他提的最多次数的是什么来做对比很明显的，川普他满心所想的还是中国大陆。那他想的中国大陆主要的目的在哪里？他想让中国大陆能够屈服，能够服从于他。很明显的他这个目标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达成。到目前为止那美国有东西可以牵制中国大陆，可是如果中国大陆是束手无策的话，基本上大部分大陆就应该会屈服。可是当中国大陆也有反手的武器的时候，那就相互牵制。相互牵制，那就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双方都不愿意成为一个最大的输家，因为越来越痛苦嘛，彼此之间越卡越多的时候，痛苦感就越来越高。那这样的情形下，最后双方都要松下来了所以你会看到关税的问题最后松下来。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都还记得，从今年的2月一直到4月的时候，关税一直节节攀升。一直到美国喊出245，中国喊出145就够了，因为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对美国的关税就是你克多少，我克多少，就相互的叠加，叠加到145的时候，中国大陆认为说那就不需要再加了，因为双方已经脱钩了，那贸易做不下去了嘛，没有说145还能够把生意做下去的，已经翻1倍以上的钱了那怎么能做嘛？那美国加到245，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可笑，因为也没有意义了。在这个情形下，有了日内瓦的会谈。可是我们要问的是，日内瓦的会谈到底是何立峰跑到日内瓦去然后这个贝森特飞到日内瓦去，双方约定好，还是何立峰本来就到日内瓦访问，然后就说好嘛，那你就过来一下。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是贝森特专程带着他的格里尔从美国华盛顿飞到这个日内瓦，因为何立峰刚好在日内瓦访问嘛。那谈判中究竟谁赢谁输？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底气不够的所以最后说外交休兵，不，贸易休兵。这一休兵休了几次？那最近的一次在谈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第5次了，在吉隆坡的谈判，美国又说我要祭出100%的关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可笑跟滑稽了，因为关税不是只有你有，你寄出100%的关税，大陆也会寄出100%的关税，那又回到过去的贸易战嘛。那也就是说，你美国再寄出145%、245%，大陆也是145%。可是问题就在于，从4月一直到现在11月，局势又不一样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大陆它出口到美国减少，进口到美国也减少，我们叫做双减少。可是大陆已经出口到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跟东盟都增加了，进口也增加，叫双增加。所以大陆跟美国的贸易额已经下降到只剩下11%不到了。那也就是说，大陆已经主动在跟美国脱钩了。这是《纽约时报》在昨天他的专栏里面就是说，大陆有系统的在跟美国脱钩，而且看起来在技术方面要全部脱钩，贸易方面要全部脱钩。那也就是说，大陆早就准备好，花了10年的时间在准备跟美国脱钩，可是美国没有准备好跟大陆脱钩，那也就是才会出现这个稀土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卡脖子已经越来越显得无力了。你看这一次的会谈中，完全没有谈晶片的问题，
也就是习近平不跟你美国谈晶片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黄仁勋的希望落空嘛。那这代表什么？大陆对于辉达的晶片的需求量在下降了，它甚至可有可无了。那是因为大陆的 AI 的晶片，而且是先进制成的晶片，它数量已经开始出来了，而且产品也出来了。不管是华为的升腾，或是寒武纪，那它基本上都已经告诉这个黄仁勋说中国已经有了，所以中国现在也不让你美国的晶片进中国。我讲 AI 哦。那这个对黄仁勋来讲，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而中国的 AI 晶片依托自己14亿人口的大市场，然后它一旦开始出口，可以出口的时候，那就是跟黄仁勋厮杀的时候了。所以黄仁勋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因为他知道他依托的没有中国大陆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市场，他怎么办？但是问题就是美国的政客不食人间烟火啊。听不下去这些科技业者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又能如何？在美中对抗里最惨的当然是企业哦，本来在全球化跨国的产业链，现在被迫要中断。辉达一度在大陆也是很受礼遇的呀，那就台湾为市场是一个三角的黄金三角。问题是现在面对美中的对抗，看起来辉达在大陆已经撕不开，而川普也一下子他很习惯他改变口吻啊，改变政策。委员。所以其实我们想想，你看经贸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军事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的，特别在战争的时候。可是其实真正最大是政治的影响力，因为政治是包含了所有我们刚刚讲的经贸的议题也好啊，军事的议题啊，都包含在里头。所以你像黄仁勋当然就很辛苦，他算是非常有能力，而且这个就像一个这个外交家一样。他到每个地方去这个不仅餐厅的生意变得比较好，而且呢，你看他那个讲话那样子，真的是面面俱到，没有错。可是没有用，因为美国的战略，他就是要打压中国大陆，而且这个打压，我看不出他会停止，他就是继续打下去，因为他认为美国这样讲，大概是冷战以后到现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国大陆，而不是俄国。而且这个威胁主要还是来自经贸的力量，因为中国大陆膨胀的速度真的太快了，科技还有科技，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说我现在不赶快掐中国大陆的脖子，哪一天他就脱缰而去，我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他了。所以他这个打压会非常持续的下去。那这次可以看得出来，就美国拿关税出来，把各国整得一塌糊涂，他的敌人也好啦，他的朋友也好，都被他整倒了一大片，唯一能够站出来跟美国去对抗的，那就只有中国大陆。说实话，就只有中国大陆。但是我也要讲一个，目前看起来占上风还是中国大陆了。你看他现在说好，大家见了面谈了半天，好了，稀土你要恢复供应啦，你这个大豆也买啦，可能未来买小麦什么的，但他只有让了10%，现在有47%的关税。在全世界各国，美国对付全世界各国里面，47%是非常高的关税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东西卖到美国的占比会下降的原因，关税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个不公平的一个贸易战争嘛。但是你中国大陆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说老实话，这样的斗争以目前来讲，中国大陆的忍耐，我认为是对的。你真的要对抗，你没有这样一个能力，原因在哪里？美国需要你的比较少，你需要美国真的比较多。譬如说你晶片，你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美国，你还是说实话，他还是想要买到美国晶片，只是美国不愿意卖好的晶片给他而已。而且最重要一件事，美国可以拉拢许多的朋友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做得到。你看，他也想买光刻机啊，那个 ASML 这个荷兰光刻机，你就买不到啊。因为美国就是有办法叫荷兰不要卖给你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就是面对一个其实坦白讲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战争，而且美国打压看起来不会停。你去看刚谈判完，本来说那个301条款不调查了，然后现在马上就跳出来讲说301条款继续调查，美国他就是用尽了手段。你说他用骗的也好，
用抢了要，他就这样干，因为他对中国大陆的恐惧实在是太大了。大中老师现在在川习会谈了之后，现在看起来最鸽派的仍然是川普本人。那有各种的谈话，哇，国务卿、财政部长一个比一个硬。但是看起来川普目前还是认为对中方还是有机会谈出个好结果。对，这通常就是川普的一个风格啦，就是通常是其实美国官员对付中国大陆戴这个黑白脸，那通常川普自己出来黑脸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哈。最近一次应该就是10月8号、10月9号、10号，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商务部跟海关总局不有6项出口公告之后，川普就在他的社群媒体上讲了一些话，但后来又很和缓。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啊，包括像是贝森特，或是美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他们讲话的这种口径有时候会比较严厉一些些，但有时候又会收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到目前来判断的话，就是这样的状况就不是特例了。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讲法。毕竟真正影响股价的还是川普的讲话啦。而且很合理啦，就川普自己不会把话说死，他尤其不会从他口中去批判习近平，这不可能的，因为他要保持最大的一个弹性。但我还蛮同意啊，目前看起来是美中这种战略的竞争，他不会突然的就往回走，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其实不会。最常见的，如果是川普2.0，可能就是像川普所讲，还是一个高度的竞争，但川普呢，在这竞争过程当中，他希望拿到一些东西，就像是这次的川习会，他想要塑造出的效果就是我是满载而归，好，我让美国的老百姓、我的选民觉得不虚此行，总统不愧是总统，他想要呈现是这种比较短期的，或是一个阶段一回合，他能够拿到他认为最好的一个结果回来，但大的其实是不会改变。但是呢，他在这一次这个 CBS 有名的节目60分钟讲话，我觉得还是提供一些之前他在空军1号或是这2-3天美中双方所没有官方呈现的这个发言稿或是新闻简报或是白宫背景说明没有呈现的东西。第一个是他再次提到说习近平压根没有跟我提台湾。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可能后面有很多的一些铺陈跟双方的一个沟通的结果，但他特别讲，但那个记者呢其实就不会这样放过他，又在提美国人最爱问的，台湾也很爱问的，万一武力犯台的时候美国会怎么办？这时候川普的回答就回到他最常见的，我不会把我底牌拖出来了，或者他过去讲法是说我这个是假设性议题不回答，这就是一个川普2.0到现在非常典型，只要问到这些话题，他不外乎是说放心，习近平承诺过我的任内不会有武力犯台这件事情，你们多虑想太多，前提不存在，前提不存在，所以可以看出，从川普2.0到现在，我觉得他对台海冲突议题，他有点是想要刻意去降温它，回避吧，对，或者是说不要像过去拜登4年任内只要提到这议题就开始讲今年的哪一年会打台湾，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风格。但最后一点就是说川普现在比较担忧的地方还是最高法院。针对这个他的所有关系作为，是不是违背这个1977年的紧急经济权利法？这应该是他现在心头里面最在意或是最担忧的议题，而且变数很大。美中现在最大的区隔变化是在拉帮结派的盟友的部分，真的产生了最大的变化就在这一块了。我们最新看到的是西班牙的皇室18年来第一次这一次国王亲自到了大陆去访问，那么虽然美方不断的警告，是公开的警告讲，你去到这个大陆去做什么叫做自掘坟墓，也把人家当成小老弟一样来禁止，但是仍然现在还是准备如期来前往，这个大概在10号到13号就要进行，所以这也是西班牙对于欧洲国家其中一个变化的指标之外，当然还有法国，法国当时也是跟着拜登对于各种的经济制裁是最走得很前面的，而这一次呢，是外贸部长特别要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的法方参加的阵容很庞大120家的法国企业，像 LV 精品开云这些都会一起随行之外，他们要谈什么？谈农产品各种的落地，他们认为在
法国曾经的被给的限制哦，现在想办法要去争取回来。显然，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跟中国的态度也不再跟着美国一起围堵了，所以大陆方面做的柔软的政策就是继续延长45个国家，包括了法国、德国等等啊，还有澳大利亚、荷兰，非常多45个国家单方面的免签政策，让更多的这个欧洲人可以到大陆去访问。加拿大本来是最死硬派，在孟晚舟事件之后，现在呢在 APEC 见到面。公开的邀请之后，习近平邀他卡尼能够到大陆去访问，这也确定由他回国之后的正式的各种的宣布也表示马上呢中加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转捩点，这个紧张算是画下了句点了吗？在明年年初即将访华，不知道会在川普前面还是后面。那双边的关系回暖的新迹象，大陆也宣布恢复到加拿大去旅游了。那加拿大其实现在最严重的是应该这种反川的情绪，这也是现在是政府单位也 hold 不住的。澳洲总理也是，过去也是跟美国站队，现在这个艾班尼斯也证实李强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明年也将访问澳洲，这个行程包括观光旅游以及最重要的能源资源。双边的合作都有更多的合作，中国公民在澳洲签证的部分可以免签进入纽西兰。那么这各种的这个关系里头，在外交上的舞台，韩国的部分，韩国的美安保会的会议前夕赫格塞斯我们看到了，现在国会通过才能叫战争部嘛，现在还是国防部嘛，他访问了边境的板门店。虽然川普说我愿意见金正恩，金正恩没理他，但这一次呢，在国防部长由韩国的这个安规培陪同之下，特别到板门店，在他们会议之前到了这个地点，也是有象征意义的。那么中韩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呢，也就是说，南韩也想在美中当中得到一个各自的平衡，以互换这个本币的概念，规模也蛮大的，4000亿元。5年的期间，双方同意继续可以延展，这也代表美中关系这个韩中关系的新的一个阶段。那如何平衡呢？当然，韩国的很多学者担心平衡不了的啦。你跟美国这里还有这个国防的合作，还要有核潜舰要来做，那还要配合美国来演习，有可能左右逢源吗？经济安全方面可能同时受到中美的压力吗？日本更是有意思了高市早苗刚刚上任首相，就有了这一趟 APEC 行。那很多的肢体语言，例如他像跟韩国对话死对头，愿意向韩国的国旗鞠躬，就已经是个很特别的。而这个画面看到的是超热情外交，他跟智利的总统哈拉还搭肩很熟的样子那这段影片被播出来的时候，背景还用日本偶像 AKB48，哎呀，叫恋爱幸运饼干来帮他配乐他很多肢体动作跟过去所有政治人物是不同的，包括搭肩主动搭讪好多的画面跟各国的首相都是如此，被形容是一个新的所谓高市早苗型的外交吗？你看这种握手、主动去攀谈靠得很近，虽然也有这个日本的部分媒体说，这样是不是很不庄重？他们超越了这个正常国际礼仪的范围，但事实上至少对方都是蛮乐意的跟他互动，以至于他是不是他一个外交成果手腕的高度展现呢？柔性外交，那有这个画面也蛮有趣的，就是被拍到当川普跟在谈判桌上见面的时候，每个人都表情很严肃，只有高市早苗的表情被形容叫做眉目传情。这个画面是表情，我还真的把它放大来看，还真的蛮有戏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表现，到底国人满不满意？有没有对川普过度迷妹或者这种这个太没有国际对等尊严呢？结果民调很买单在国内的民调里高达82%，创了历年的第2高，叫做关系式外交，浪花大神大陆的网友这样笑他。所以呢，这代表什么？这样的日本的首相是被他们国人所接受的。戴老师，我觉得目前还在观察因为民调的变化是很快的这个82%我觉得这个未来很难说因为要看他最后日本获得什么利益可是我觉得，因为美国的关税它是全面性的，它对全世界各国都课关税。那由于它对全世界各国的课关税，所以我们看到它跟欧洲的贸易额在下降。例如说，它跟德国的贸易，它原本是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那在去年还是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今年就被中国大陆抢回来了。那中国大陆现在变成是德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了，所以美国跟欧洲的贸易额在下降，美国跟东盟的贸易额也在下降。
现在只要4000多亿，而中国跟东盟的贸易额在上升，东盟跟中国也在上升，现在已经今年就破1万亿了啊！那也就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贸易额双方都上升，跟东盟的贸易额双方上升，跟这个拉丁美洲的贸易额都双方上升，美国相对来讲都全部都下降。可是这样的情形就是使美国的进出口的贸易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再加上国内的通货膨胀越来越高，川普目前国内的声望支持度就跌到了大概只剩下3成多了，5成多到6成以上的人都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然后甚至联总会都预估说，下个月一直到明年，美国的通膨这个怪兽那可能会更加的可怕，因为他们控制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川普的关税政策。那他认为他跟中国大陆课了57%。然后现在降到47%，可是大陆对美国也课37%啊，但是它并没有降啊，所以现在是47对37，所以美国的东西越来越难卖到中国大陆，可是大陆却对欧洲、对其他的国家，尤其对欧洲跟美国有竞争的，对韩国、日本，它都把贸易的额度降到最低，就是变成自由贸易，所以变成是德国的、欧洲的、日本的、韩国的他们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取代美国的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都在产生变化。这个长期以来对美国到底是好是坏，我想大家可以看得越来越明白。好，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欧洲的国家跟美国的传统的盟国开始在改变态度了，而且都在松动。你看西班牙是最明显，西班牙从外交部部长去到首相去中国访问，现在是国王。国王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这代表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一直威胁西班牙说你不准，当时首相去中国的时候，美国就威胁西班牙的首相了，但西班牙的首相不理他去了。那现在是现在是国王去了，法国的工商部部长也去了，德国的外长请求要跟王毅通电话，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很有可能德国的外长，我讲是请求那现在德国的外长。他希望能够尽快的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加拿大的总理很快的就会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了。然后你再看看，澳大利亚，他等待的就是李强去，所以局势都一直在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局势都在产生变化的过程里面，美国的盟友其实他们发现，他们跟中国大陆由于是自由贸易，由于是遵守 WTO 的规定，所以他们的贸易更容易做。经济合作更容易做，那在安全这个部分，只要他们对美国的依赖没那么高，或者是说目前来讲没有产生重大的冲突的时候，他们当然会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的问题。那经济最能合作的是谁？绝对不是高关税的美国，而是低关税的中国。那你想想看，这双边的关系就产生变化了。过去美国长期拉着很多的欧洲各种的盟友去围堵的是中国大陆，那这种围堵策略现在在川普自己政策底下一系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嘛，委员。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以德服人不要以利服人。川普就是以利服人他觉得说我最强大我力量最大，你们都要听我的。他不是以德服人。你看他跟加拿大把关系搞坏，是怎么来的？是他上来以后，他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你知道，你去把地图打开来看加拿大还比美国大一点呢。你就不怕吞下去会噎死吗？格陵兰你也要成为美国的，对不对？你到处看到好一点的，你就做房地产的，看到这个好一点的地，你就想把它买下来一样。可人家是一个国家，人家也有尊严呢。你看这一次美国支持以色列，再加上了这种残忍的这种政策，那在法国，我们刚才讲法国，讲到西班牙，境内大批的这种示威上街头，让人家看都觉得非常惊讶。你看，在法国有570万到670万的是穆斯林呢，所以法国外交不可能跟着你美国屁股后面走他有穆斯林，他要照，而且他们的人口数是在快速增加的。现在新生的小孩的出生率，每一个新生的小孩，每一个里面6个里面有1个是穆斯林的小孩，所以法国未来来讲，在很多的政策，尤其中东的政策上面，跟美国只会越走越远。西班牙也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有230万到250万，
也占了他们大概国内人口的4%到5%，它的人口的比例也是增加的。所以我只举这个说一下，就是说，你美国不要以为说人家都一定要听你的，美国也有各个国家他自己也有国内的因素，他们政府不能够完全跟着美国走，因为讲到经济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嘛。譬如说，你刚刚讲说这个西班牙这个首相国王要到这个大陆去访问，你知道过去的3年，西班牙的首相到中国大陆访问了3次，平均1年去1次，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你就想中欧班列，你可以从义乌坐火车直接通达马德里，他们最大的建设公司被中国大陆给买下来，然后他们的这个贸易额在 EU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欧盟以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法国来讲，对这个西班牙来讲，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是中国大陆。刚刚讲到这个德国没有错，是从2015年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不是美国。只有在去年2024年，美国些微领先，但是呢，以这个就进口，你进口东西最多来自哪里？对这个欧盟这些国家来讲，最大的进口的国家是这个中国大陆，德国也是，而不是美国。所以这个就是说有很现实的一个经济贸易的问题，尤其你看这些国家，欧洲的国家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额赤字很大呢，所以他就想说，我跟中国大陆加强来往，能够让赤字能够减少，而且在中国大陆现在天上飞的空中巴士的飞机有2200架，过去的10年买了1000架空中巴士，所以对法国来讲，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美国只会打压我而已。跟美国的抗中联盟现在整个全面形成算是崩坏吗？那光是日韩好了，跟美国走得最近的，现在在政治上似乎看起来也在做一些调整。对，我觉得韩国最明显的因为韩国目前的这个李在明政权本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会比较愿意保持一个比较友善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跟过去的这个尹锡悦政府是大大的不同。但从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李在明见川普，李在明见习近平，我想韩国也是用尽了最大的努力双边都希望保持交好，因为你不可能不理川普，因为川普对韩国的压力就是在那边包括贸易关税包括基地分担、安全议题等等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很明显，李在明希望这个让南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比过去更稳定更这种合作性更加的加强，所以他有点在这边走钢索。它是一个不容易的路，但是看起来李在明就要往这条路走。那至于像刚才所提到的好多国家，其实我觉得有些国家它其实本来就在美中之间战略竞争里面，希望有比如说经济、贸易、投资，中国大陆很重要，传统安全跟这个美国走得很近。这里面我觉得澳洲有点是如此当然澳洲也因为不同的这个总理，他的态度本来就不同对比过去的莫里森，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贴得很近，但现在这个艾班尼斯从2022年之后，他的政策就比较和缓第一个是他希望藉由一些善意的表现，换取中国大陆对于过去不是北京对于什么红酒啦、木材啦、这个海鲜啦、龙虾有很多的一些制裁，那解禁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澳洲在安全议题上，比如说奥克斯基，美国、英国，这个澳洲共同帮澳洲打造这个下一世代的这个核动力潜舰，这个还是继续做。那该有的军演，澳洲可能还是参加，但他就希望能够比较避险、比较平衡。那我觉得最极端的或者最戏剧性的不是澳洲，其实是加拿大。大家设想一下假设不是川普2.0采取这种关税政策，假设现在还是过去的小杜鲁道，甚至是没有2.0的这个所谓的这卡尼，其实澳洲不会有这么多跟中国大陆愿意接触，包括说我愿意访问中国大陆国事访问，那这些其实川普政策所导致的。美中的竞争当然不止在经济、国防，甚至是外太空。这个新闻看了大家觉得很有趣被形容叫做全球最强吃播。为什么？因为在外太空烤鸡翅，这个画面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这很简单
鸡翅有办法在外太空烤，这里是完全没有热对流传导的。它这个温度要如何传导？没有自然的力量之下，热量是没有办法空气均匀来传达的。所以这个太空烤箱啊，要靠各种的电热元件啊、托盘啊，还要把残渣收集、多层过滤啊，实现无油烟处理啊。所以被说哇，这真的是超这个史上最强的吃播啊，在外太空太空人吃鸡翅啊，这个是代表大陆的一个竞争在太空上的实力。当然还有东风着陆场最后完成的演练，准备要迎接的是神舟20号的航天员要回来了。这个载人的系统近日即将返回地球，11月2号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这是全方位，在不管是天舟10号啦、神舟22啊、神舟23啊等等的，这光是新一代的载人飞船梦舟，明年首飞也是全球都在瞩目。我相信川普也很关心，因为呢，这个所谓的天工产业重复使用的这个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告，可以载到7个人啊，不会一次飞上去就没了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可以载了7个太空人的梦舟，2026年在文昌场就要准备发射，而载人的登月目标不动摇，锚定2030年前要实现。当然有美国的艺人，这位女星金卡戴珊突然就在发文公开的社群上认为，美国1969年这个阿姆斯壮的登月根本没发生过，因为网络上很多这种阴谋论，这是假的啦，怎么回事的哈？这个已经很多的史上攻击的、批评的、质疑的声音不少。这次是美国代理 NASA 的署长啊，特别跑出来澄清，我们之前去过月球，而且还6次，是这样子吗？那么美军现在出的问题是，除了美国政府现在还在关门当中，还没有解套，但川普准备要攻奈及利亚，说号称是要救基督徒，因为他再派了一艘舰队，而且看起来的政策是措施呢，就是要直接攻本土了吗？各种的演习，让几位五角大厦的官员受访的时候私下表达非常的不安。他们认为川普的所有命令都让他们措手不及，不太明白川普现在政府的优先事项政策到底是哪里？边境安全、威慑中国，一下子又要移民动用军队甚至施压北约对抗俄罗斯。现在搞了半天，到底是对委内瑞拉贩毒才是 No.1 最在乎的事情吗？都是看新闻才知道。那到底马斯克跟川普情变之后 ，SpaceX 现在还有预算拿吗？最新传出来会拿到美国国防部的20亿美元的合约，帮川普的金色穹顶座飞弹防御系统提供600颗的卫星。这个高科技的空中防御系统看起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在大陆部分我们比一比新型的6代战机歼36 2号原型机现身了。在这个报道里头特别形容说，这个网传的影像呢，让大家在想因为它的这个机尾的部分从弧形变成梯形，然后呢，在已经曝光过的飞机来比，他们认为是不是有可能所谓的2号原型机有1机2型的研发模式，也就是说，一种是打空优的制空机，另外一种虽然同一个机型，但是有2种的功能来做分庭抗礼的可能，具备长程打击功能吗？就有各种的战术跟战略的运用，那就它的6代机即将问世。还有中国航母添了新舰载机，叫做超级小黄蜂 L-15猎鹰，那么被认为这是高教机改进的，完成首次的试飞。美国的卫星也曝光了一个画面，叫做福建舰，甲板上已经看到了7架舰载机，观礼台疑似已经搭建，马上就要准备上阵服役。在军力上、太空实力上，美中的竞争现在也呈现了一个不同的样貌。这个竞争很激烈因为大陆这次又破了这个人类的记录从发射到这跟太空站的一个对接3个半小时，我们从台北坐这自强号到高雄可能还要4个小时结果他从这个地面发射出去到太空站对接起来3个半小时，这个会减轻这个太空人的负担，因为太空人如果更多的时间在太空一直在他的生理上的各方面的而且比较不舒服。但对接的时间越短，就代表中国大陆对于太空的科学技术的掌握能力越来越强。在目前来讲，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了不管是美国或者俄罗斯，都还没有办法像大陆这么的快而且这么的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连美国压力都很大了，因为所以很多人都在问 NASA，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中国大陆？
敢上中国大陆用这个字了。NASA 当然很生气啊，就在那边骂这个马斯克，说你们这个 SpaceX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做好？马斯克当然更火大，就说你不是支持波音吗？波音那个火箭烂得一塌糊涂，你不是钱都给波音吗？好，两边还在对骂。那他们等到骂完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做。但问题就在于大陆按照预定的目标，现在是2025年的快年底了啊，他们要在2030年的时候要登月。一般的欧美的所有的太空科学家，他们都认为中国大陆基本上会提前完成，而不会延后完成。但是对于美国说要在，因为美国原本宣布是在2023年登月，结果没有办法，后来又说2025，现在2025都快过去了哈，那也太空服都还没做出来，所以也不可能。那因此美国又说啊，我们2027年，可是一般大家都不乐观啊，所以马斯克就叫板了嘛，太空服先做出来嘛，登月车也做出来嘛，啊，你都要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你才有办法登月嘛。那他们现在就宣布说，那我们在2年后或者明年看能不能这个环绕月球的轨道，先让太空人在那边绕几圈，然后再回收，再准备找好的登陆点再登陆，再登月等等这些。但是由于上次美国在登月的无人艇里面发生问题，也就是说落点不好，还有就是落下去的姿态不好，那就代表他们对月球表面的掌控能力，还有远距离的遥感能力出了一些问题，也就是不够精准。所以等到他的这个登月下去的时候，结果登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开叉了啊，因为一只脚在上，一只脚在下，结果因为卡住了，它不是平衡的登月，它是卡住以后，它的太阳能板展开不起来，展不起来了以后，结果就没有电能了，没有电能，那当然也就算是成功一半，但是那个登月车就没有用了，没办法收集资料，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使用，这就是一个失败。就是说，无人的都失败了，有人的那怎么办？如果一旦失败了，那该怎么办啊？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太空总署的经费够不够，人才够不够，这个都考验的他们未来在太空计划的这个部分。由于月壤目前来讲，因为中国大陆取得的月壤的数量很明显的比美国过去所取得的还要多，那取得的比美国还多的情形下，甚至月背面的这个月壤都取得了以后，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月球的月壤，它本身的稀土含量非常高，而且纯度很高，所以它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换言之，也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从月球带回来的月壤可以满足它不断的重复性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另外，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次为什么要跟大家展示烤鸡其实未来这一些无烟的，不会造成有任何油烟的，这种很有可能在未来我们的烤箱都会问世了。所以如果家里面说，哎呀，不要有油烟味道的，或者是在密闭空间中买这种太空烤箱，很有可能哪一天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因为他们的技术会转移到商业来应用。除了生活一样，看太空其实是对太空人因为我看过那个太空食物，真的很惨，超难吃的。所以这对于太空人到这个太空里头的任务执行，甚至持久性，也当然很有帮助，都是太空的突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神舟21号带烤箱上太空，在太空吃烤牛排，然后还有烤鸡翅。其他隔壁棚的，我是说其他太空站的都看歪了，看傻了。委员，这个的确是很有创意啊，也让人家印象很深刻。真正的科学的价值一定有，但是我同意刚刚这个赖教授说的，它会有商业价值。因为现在的很多人房间这个厨房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房子都变得小，然后你那个再随便做一个菜，油烟都不见得可以除得很干净。那你可以发明这种没有烟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设备的话，一定很受欢迎哈。不过至于这位美国这位这个女星，她讲说1969年美国就人类嘛第一次登月嘛，她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每一阵子就有这种谣言但这个骗不了人你看正统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的登月了那这个登月就是顺便讲中国大陆真正要
太空人要在月球登陆，要在2030年，还有5年。对，所以你就看得出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在太空科技上面还是有一段差距。就像这个航空母舰一样，美国人早就有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的7月号第一艘，你看已经过了多少年了，现在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核子动力让它这个航空母舰让它变成核子动力化，没有办法。所以美国的科技的确，它在全世界还是最强的。以整个来讲，不过中国大陆真的是快速的向前走，这个就是美国会担心中国大陆，而现在就要对它下手的原因就在这里嘛。你看它太空有很多的领域啊，在某些领域，譬如说中国大陆到这个月亮的阴暗的那一面背面他去那个地方，这个太空船去那个地方摄影登陆采样回来，这样，这个也让美国很多科学家觉得非常惊讶。所以这两强之间的竞争啊，看起来会持续这个非常久了。不过我现在讲川普了，他奈及利亚他就说要去救那基督徒，所以他派兵去作战他就是个独行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种东西有没有经过所谓的有没有战略指导？有没有参谋作业？有没有国安会开个会好好讨论一下究竟情况怎么样？他一个人想到什么就做。这样的一个总统这么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有这种风格的总统，说实话，不是敌人害怕，朋友都很害怕。全世界的风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政府关门，其实最攸关到国安问题的当然是国防，但是偏偏川普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啊，继续要攻击奈及利亚。对，但突然好像大家发现说，奈及利亚又成为川普眼中一个新的议题。那其实这可能还是跟我在猜啦，可能川普旁边有人特别提醒他说，奈及利亚发生了一些基督徒被屠杀，所以他就把川普把这个批判到奈及利亚政府，你并没有办法保护好你这个国家的国民，因为我们知道奈及利亚其实是人口最大国家，在非洲2亿多人口，那里面呢大概有一半是穆斯林，大概也有40%多是所谓信奉基督教的教徒。那这里面其实重点叫做伯科圣地，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这组织已经在这里面横行10多年。早在2009年，这个组织要对奈及利亚政府宣战，那还有时候他会去绑架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为伯科圣地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西方的教育有罪，所以他瞄准的地方就可能就是一些学校，然后把学生绑架之后有暴力，有时候强暴，然后逼迫你们改变你们的信仰，转移到这伊斯兰。大家注意到，川普对这些议题有时候会发言，比如说他可能关注南非的白人的处境，那这个又来，所以会说到底川普的这个